朋友们，我们现在在东京。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期东京赏樱的一集特别篇啊，在樱花季看看东京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樱花的景点的樱花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天气就挺一般的。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东京的吉祥寺啊，它这里不算是东京的市区，因为樱花季东京市区的酒店实在是太贵了啊，所以我们就住的稍微离东京有点距离啊。虽然说有点距离，其实也就13分钟的地铁，但是我很喜欢吉祥寺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啥都有，可以逛街啊，可以逛公园啊，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最有名的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宫崎骏的三一美术馆，是不是？宫崎骏粉丝。昨天住的酒店就是我们后面这家酒店啊，叫东极瑞酒店啊。虽说离东京有点距离，但是也挺贵的，有1200左右。房间大小差不多，也就是刚刚能塞下一个箱子的大小。好了，我们现在从吉祥寺出发，开始我们今天东京一日的暴走。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吉祥寺附近的井之头恩赐公园啊。大家看，这里樱花已经完全盛开了啊！井之头恩赐公园，这个恩赐呢是指天皇下令建造公园啊。除了井之头恩赐公园，在东京还有个上野恩赐公园啊，也是天皇下令建造的啊。我对井之头恩赐公园的印象来源于一部日剧啊，叫《火花》，是我最喜欢的日剧之一啊。然后他们的故事就发生在井之头恩赐公园啊，如果看过的朋友，可以等会带大家去看看他们拍摄的地方啊。没看过的朋友，建议大家去看啊。这边的樱花真的已经开得满开了，哇，那颗大樱花，我的天哪！好多人在下面野餐，拍张照。这边的樱花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种类的啊，这个是垂樱吧，应该，这个樱花就比较粉啊。日本人的一个习惯就是在樱花底下赏樱啊。我上次来好像是冬天，然后冬天那个时候枫叶开得很漂亮，贼红，而且天气又巨好，反正我进公园的一瞬间都把我震惊到了，太漂亮了。这边的树木也是特别的高，野蛮生长。这个地方到了冬天、秋冬天就是枫叶了你看红色的，这里就变得血红的。这条路我之前走过，我记得很清楚啊。来了，这边就是井之头公园的核心地带啊。这个池子叫什么池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池。这边人就变多了啊，这边哇，这边全是樱花，天哪啊！这是井之头公园一个标志性的东西，这天鹅船很多日剧里面情侣就在这里划天鹅船，我记得啊。然后有一个传说说什么情侣在这里划天鹅船就会分手，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大票的樱花，好白 ，Amazing 啊！我们来正是时候啊。今天本来是多云阴天，难得现在出了点太阳。但这片你看也是休闲过的。对，它其实应该更会枝头多一点。漂亮。这边就是划船的，在樱花底下划船啊，好多天鹅船呀。大家星期一都不上班的吗？怎么星期一还人这么多？那座桥挺有名的，很多日剧那种演员都会去那座桥那里。真是不错呢。挑时间在这里坐一会儿，吃个午饭什么的就很开心。我觉得有一点好处就是日本这边还没有让你没有那么多人搭帐篷。你拍我干嘛？樱花季搭帐篷有点造反情况。我感觉从对岸看这边会更好看，怪不得对面这么多人。所以这边樱花树下只是野餐的人多，而对面才是拍照的人多。应该是这样。这个野餐店还挺
就是 style 还挺一样的。就是他们夏天看那个烟花的凯兹，然后春天看樱花的凯兹。什么？哦，从这边还有垂到底下的樱花，真不错。这边樱花少了，船就少了。这个樱花已经落到池子里，变成落樱。现在到河岸这边来了，刚刚我们在那边，现在过来啊，这边景确实这个樱花更密一点啊。大家都在这里吃午饭了，现在已经是午饭点，哦，这边好看，这里好看，满池子的天鹅，感觉像难民一样，太吓人了。好了，这边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太古のお兄さん。哎，我忘了是哪棵树了，反正就是其中的哪一棵树。我上次专门找过的。这个公园表演片子在火花里面也出现过。这个台阶就是火花里面有一集，神武做的奥特曼做的站在上面啊，可能没看过的朋友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角度好像是火花里面有一集的封面是从这个角度拍的啊。其实景之恩赐公园，大家不一定要赶在樱花季了啊，它的秋天也是非常好看的，推荐大家来。这就是吉祥寺附近的一条商业街吧，有很多店，有很多咖啡店啊，包括餐厅啊，很好逛啊，很好吃。还有很多这种古着店，是算那种杂货卖杂货的商店。前面有很多衣服店，好像年轻人特别喜欢来吉祥寺这边逛街这是 Used Select Shop， 也是古着店。这古着店看上一点都不古着。你吃得掉吗？我吃不掉。天哪！这就是刺片面，就是拿面去蘸这个汤吃的刺片面哦。这个刺片面看着好多呀，而且看着好有劲道。蘸一下，这叉烧也特别好吃。哇，太好吃了，是不是？这家蘸面在我们吃到过蘸面里面可以给到号。主要它这个汤，它那个蘸料不咸，而且它不咸，但是它很浓郁，很鲜。日本的汤面啊，不管是蘸面啊，其实他们这个有个毛病就是太咸了。以前不觉得，现在稍微年龄大点就发现，好咸啊！就是第一口还行，然后吃到后面实在是太咸了。没有白等。好了，我们现在前往上野公园啊。从吉祥寺到上野公园的话，其实有很多种称法啊。我们现在就称它这边的 JR 中央线换成 JR 山手线啊，也是拿出西瓜卡，是 Apple Pay 西瓜卡，直接点一下就进来了啊。我们到这边3号和4号站台称这个中央的快速线啊，中央线快速线。快速线就是它不是每站都停的，它就是会过掉很多站，所以它会比普通的一些中央线要快很多。其实，在东京市区有很多种乱七八糟的交通。有一种券就是会比较稍微省钱点吧，就是一个东京的地铁的 pass， 它有1天、2天和3天，这是一个老牌的 pass。但这个 pass 有点不好点，就是它只能称东京的地铁啊，像这种在站台上的 JR 线它是撑不了的。所以买这个券的话，如果想省钱的话，就只能乘那些地铁，但是那就非常的局限，可能谷歌地图上搜出来的不是地铁，搜出来是 JR 线，但是你就
不愿意去撑这个直辖线，反而去硬走好多路去撑地铁了。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干过这个事儿，现在我们就随意了，觉得就是大家出来玩就不需要搞太复杂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都营地下铁 pass 现在看也没有说很划算，除非特种兵。这个快速线就是中间这几个灰色的几个站是不停。现在去换 JR 的山手线，去上野方向3号站台。JR 的山手线就是东京一条非常著名的一条环线，这环线很多站都是非常著名的景点和地区。啊，这个就是山手线上野方向啊，这个是山手线，绿色的山手线啊。山手线就是一个环线啊，类似于上海的四环。到了，上野公园到了。从这儿出去就是上野公园，我的妈呀，人好多呀！刷一刷 IP 卡。欢迎光临 J2 上野车站，我操，这在个中文。公园检票口，因为回家时也会人太多，这个中文有点塑料啊。OK， 上野公园到了。它这边有那个樱花的路线啊，主要是一条街在不忍池那里啊。这个方向也有很多樱花啊，它这个很贴心啊。上野公园它除了樱花吧，它还有名的就是2个它的馆，一个是美术馆，东京美术馆，还有一个东京博物馆，都是在上野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有名的点就是上野动物园，上野动物园以前很有名的2只大熊猫是中日建交之后送的2只大熊猫来日本。前2年去年还是前年，它最后的2只大熊猫好像送回了中国。它现在上野动物园就没有熊猫了，但日本人真的很喜欢熊猫。那是熊猫走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是送的，而且那时候熊猫刚来日本的时候，排队排的可长了，去看熊猫。这个就是国立西洋美术馆啊。这个美术馆真好看。这个地方跟景之头公园就完全是2个量级别的人流量啊。好，正前方就是上野动物园啊，人好多呀。哦，这边就是一排樱花哦，樱花道啊。它樱花呢不算很多，没有樱花的话它是不会有这种蓝的，就是因为有樱花，它现在是控制人流的这个运动方向啊。现在我基本上就按照它的通路走，它这边有个通路。其实没有出片需求的话，这边看看还是很好看的。而且这个人流虽然多，但是不挤啊，大家都在走。看到几株好看的樱花，像这样的就停下来拍一拍。好多人坐在那里，一边吃午饭一边在这里赏樱。上野公园如果没有樱花的话，它也是个很棒的公园。我记得那时候也是冬天来的，基本没什么人，然后很惬意的那种逛。我想逃。别逃了，我们逛逛吧。你看这。逛逛嘛，就逛逛嘛，又不出片，对不对？又不拍片，对。逛一逛。过了这条马路就是上野公园的另一半赏樱区域，就是不忍池。哦哟，这个地方就是有点一言难尽，就是甚至没有刚刚那个地方通畅，大家都堵在这儿，表情已经。这边堵了半天，终于出现了樱花道啊！你干嘛呀？不就人嘛？粉丝朋友们，听我一句劝，去景之头吧。这边也有好多天鹅船耶。但这里的樱花看着挺一般的，就是稀稀疏疏的啊。
不是很熟。这些樱花是都修剪过的。这都修剪的很厉害，可能它就是。当然，它修剪也是为了樱花好。它集中来修剪了一波。有很多电影在上海公园拍的就比如说最近我们刚看过一部电影，就是木头在和贝场千鹤子演的那个《东京出租车》好像就在这个沿河道上拍的吧，虽然我不知道是哪个板凳，反正就是某个板凳这上海公园这个池子也太泥浆了这天气那么好都这么泥浆的吗？寇姐都无语了，她现在就想疯狂的走出去，是吧？你看这有只，这叫什么？这是天鹅吗？什么天鹅？这是白鹭白鹭大哥在这里小心翼翼在那里走感觉吓傻了。樱花往下飘还挺好看的好了，我们接下去下一个地方，就是千鸟之渊。我们现在来乘东京的地铁了，大家可以看就是东京的地铁其实标识还是挺明显，就是一个像 M 一样的形状，就是上面写的是 Tokyo Metro 这个就是地铁站我们就下去。这个地铁站呢，就跟国内的地铁是一样的，就是在地下跑的。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可以买那个东京的日本地铁一日券，就可以乘这个地铁。东京市中心乘这个地铁，基本上什么地方都可以到这个就跟国内差不多东京一日券其实在东京地铁站这边都可以买到也可以国内提前买，然后让淘宝给你寄然后我们就是直接刷西瓜卡就可以。也是 SD 卡，那我们现在出来右边往这边的，左边往这边的，我们乘这边就行，跟国内的地铁也没什么区别。我们现在在九段下站半藏门线的九段下站去千鸟之渊的话，就是在这九段下站下车，然后是从2号口出去哎呀，出来就是好多樱花沿这条路往前走，基本上就是樱花道。你看这天上都在飘樱花呢这里就是那边也很好看再往那边走一点就会多一点这边的花开得更密一点上野公园那个太稀疏了我们现在对樱花要求可高了，你这有樱花都不行，得好看，得长得好看是吧这还是不错的这边就是武道馆了吧？这个应该是是吗？这个湖也是有划船的，哎呀，这日本人真是喜欢划船好多人在这划船从这个门出去也很好看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护城河一路走。千鸟之渊呢，它这边的晚上是会开灯的。其实要是白天没时间来，晚上来这边看夜莺也不错我看网上图也还挺好看的。但是它晚上开灯时间非常的局限吧，8点之前还是7点之前就关灯了。这边就是转到这个角这里，这个河更宽广，好多人其实岸边这边也是一排的樱花你看大家看这有灯这晚上应该会亮灯，晚上人也不会少。右边不知道什么树左边是樱花粉色跟绿色交融也挺好看的。其实我觉得肉眼比拍出来的更好看一点。这也好看这边的樱花开得更好一点。这边这个樱花就基本上就在你头上了。这条步道叫千鸟之渊的绿道，现在变成粉道，它已经不止绿道。这个地方就是乘船的地方这个乘船看上去是要预约的
哦，看那边上面好像就是那么多人，感觉这地方就是某机位了啊，我们去看一眼啊。上哇，人好多呀！天哪！我们挤一挤，看看能不能挤到前面去。这边就是千鸟之人一个很经典的机位啊，一个弯儿啊，很多社交媒体上的一些照片就是从这儿拍出来的，应该啊。这个人完全不想上来。我们晚上还要去中目黑呢。啊，没事，我们已经3个地方已经干掉2个了，只剩最后一个了。你要这么想，对不对？我不敢想象中目黑会是什么样。没事，我们晚上去看中目黑的夜景啊。对，踩景点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在意的朋友，只是想来东京放个假啊，轻松慢步的朋友，其实随便走在东京哪里啊，不管东京啊，随便走在日本哪里啊，这个时候樱花都是随处可见，3步一个小樱，5步一个大樱的，这随手都是樱花呀啊！其实我们前2天在镰仓啊看到好多樱花，其实也都不是说什么景点啊，就是好看的樱花都是在一些很随机的地方啊。我的妈呀！好了，我们现在在中目黑站 ，crazy， 像跨年的外滩，不是跨年的南京东路 ，crazy。我操！这边就是有名的目黑川川边樱花的入口啊，我们现在走向目黑川啊，这不踩踏都已经算是奇迹了啊。哦，这边是夜景啊，确实不一样啊，好看的。人虽然多，但是还是很好看的啊。这边直往这边走，那边是直往这边回来啊。他这边就是管控的非常到位啊，不让停留啊，大家都在这里偷偷的拍。我们现在就一路沿着这个目黑川走1站路。看人还是看樱花？夜樱只有钱打了光他才能看到，我那不就没有夜樱看了。在别的地方确实看不到夜樱。哦，他们在吐槽，就是目黑川为了防止你滞留，真的是用尽手段。能停的地方、坐的地方全部给你拦掉了。上面这些灯笼都是一些，好像是一些企业捐的啊，上面留个名啊，赞助商啊，好看的。当了一片樱花在哦，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拍照的朋友，真可怕。有一部日剧叫最完美的离婚，我们来之前还在看啊，它就是在目黑这个区域拍的，有个景就是在目黑这边某个桥上啊，这部剧还是很好看的。这边还有很多看上去很 nice 的店啊，都是樱花限定的，一些小吃什么的啊。我们稍微驻足一下啊，哦，这样的吗？哎呦，大家说不能停止，所有人都在这里停止拍照啊，这挡不住，根本挡不住。哦，那边还有火车。我发现这个桥越到这边中间桥人越少啊，他也没觉得景会差很多啊，就是第一座桥那边人贼多。越远这樱花纵深越长啊！你看够了吗？樱花难民，快看吐了。看吐了。好了，今天我们的
东京樱花之行已经到此结束了。我们今天去了4个地方，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樱花。但是我们今天的体感就是自己做了一个樱花难民，保持行走都很困难。希望大家对这期东京樱花篇喜欢，以后有机会好好在东京给大家玩一次而不是这么有目的性的做樱花难民。OK， 就这样了，拜拜。吉祥寺这个地方虽然它不是在东京的市区里面，但是它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有吃的，有买东西的地方，也有漂亮的公园。然后最有名的就是宫崎骏的三鹰美术馆。我们现在是在吉祥寺的这边叫三鹰美术馆，然后现在在他们外面喝咖啡。对吉卜力有什么这个美术馆有什么 comment 吗？好幸福啊！它的建筑风格就是非常的带有一点 old school， 带有非常的童话的那种感觉。我们都说很像高迪的那种建筑风格，还满满的吉卜力元素。它其实不完全跟这些电影有关，但是感觉可能比较偏重于一些电影创作的过程。在吉祥寺最值得来的地方就是这个三鹰美术馆，但是这个三鹰美术馆它没有那么好预约，可能要提前3个月预约啊。像我们这种只提前1个月才决定行程，只能我们通过某种方式加了点价钱才能买到这些票啊。基本上溢价是3倍。它这边是室内是没法拍摄的，所以没有视频给大家展示。但是现在在室外的咖啡馆我们是可以拍摄的。然后在外面就是景松恩赐公园这样我们现在就在一棵樱花树底下吃茶寇姐还大买爆，买了好多的东西。又不是只是我买的，我们俩一起买的。我买了好多纪念品啊。我们这次旅行留了差不多大半天时间来逛吉祥寺啊。然后吉祥寺这边是个很好逛的地方，它有很多咖啡店，然后卖衣服的店，有一些大牌子像 Montbell 啊，像帕特贡尼啊，也有一些那种小的那种 vintage 的店，然后可以淘很多有趣的东西。深度游玩东西的话，可以留个大半天或1天来吉祥寺逛一逛。吉祥寺还有个很好的点就是，大家可以直接从机场乘大巴到吉祥寺，或者从吉祥寺乘大巴到机场。羽田跟成田都是到的，不过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不用倒班，对性多的朋友会比较方便一点。下次有机会再来吉祥寺玩，推荐朋友来吉祥寺。OK， 大家拜拜。